大家好，我是阿贝。本期我们将来探究吃鸡手游的速度机制系统。先来看一下本期的测试内容都有哪些。测试项1：潜水游泳、浮出水面游泳、倒后游泳这3种游泳姿势，哪一个更快一点呢？测试项2：打满能量状态的前提下，是否可以提高游泳、爬行、蹲下跑步的速度？测试3：跑着上坡跟跳着上坡，哪一个更快呢？测试4：角色从高空往下坠落，是匀速坠落呢，还是速度越来越快呢？其实就是探究这个游戏有没有重力加速度。测试5：载人飞机的飞行速度是多少呢？首先，我们来进行第一个测试。很多时候，我们在游戏里面好不容易挺到了决赛圈，但不凑巧的是，当前自己所在的位置和安全区隔着一条河或者海。很恐怖的是又没有船哦，你说惨不惨？就很烦，必须要游过去。包括我有时候玩了都会遇到这种烦恼。烦是烦啊，但还是要游过去的呀。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自己游过去的速度呢？从而减少自己在水里面当移动靶的时间。带着这样的疑惑呢，我今天就来测试一下：正常浮出水面游泳、潜水游泳、倒后游泳。这3种游泳姿势哪个更快一点，可以帮我们快速脱离危险？在测试之前，屏幕前的你不妨也来猜猜看，你认为哪一个更快呢？测试方法也很简单啊，我将选取2个石柱之间的距离作为总路程，然后把上方的方向对准一致，保持直线，再分别看下3个游泳姿势所花费的时间。第一种，正常上浮游泳。花费的时间是12.21秒。第二种姿势，潜水游泳。什么？也是12.21秒？我还以为潜水会快一些呢。最后一种姿势，倒后游泳。不是吧，也是12.21秒，但为什么看起来却很慢啊？在没测试之前呢，我个人认为是潜水游泳最快，上浮游泳第2，倒后游泳最慢。没想到测完之后发现这3个游泳速度是一样的呀。不过就隐蔽性来说呢，潜水游泳会更好一点，你不会一直暴露在敌人视野中嘛。我们进入下一项测试，打满能量状态的前提下，是否可以提高游泳、爬行、蹲下跑的速度？这里稍微给还不知道能量条功能的小伙伴科普一下，能量条的1、2阶段可以给角色增加一个回血 buff， 能量条的3、4阶段呢，不仅可以给角色增加回血 buff， 还可以增加角色的跑步速度。经过我的亲自测试，以及用后期软件很精准的进行测量，计算出第3阶段维持93秒，获得 2.3% 的加速效果；第4阶段维持30秒，获得 4.7% 的加速效果。其实我就挺好奇啊，这个增加速度是只增加跑步速度吗？就对爬行啊、蹲下跑啊、游泳有没有帮助呢？这一轮的测试，我邀请了我的小伙伴跟我一起，这样就可以更直观的看出对比效果了。先来看满能量的状态下对爬行有没有移速加成。我和小伙伴在同一起点，并且我打满了能量。3、2、1，出发！哈哈，小伙伴慢慢的从我屏幕消失了。从 OP 视角来看，我已经领先1个身位了，并且还在拉开和小伙伴的距离。从结果上来看，满能量状态下对爬行速度是有加成的哦。接着测试蹲下跑步，老样子啊，同一起跑线，我打满能量，走着。很快啊，小伙伴迅速从我屏幕消失。从 OP 视角来看，我瞬间拉开差不多2到3个身位的距离。这个增加移速就非常明显了，比那个爬行明显多了。好了，那么我们接着来想一想，打满能量之后对游泳有没有帮助呢？感觉即使打满了能量，上浮游泳都没拉开差距啊。OP 视角看到的我稍微领先那么一丢丢，是因为我跑的时候快了一点点。其实速度还是一致的，我们之间都没有拉开差距。现在是潜水速度对比，这一次没有抢跑了，大家的姿势一致，速度也一致。
所以在满能量状态的情况下呢，对游泳速度是没有加成的呀。对爬行、蹲下跑倒是有帮助。既然有速度加成，那我认为在实战中还是有帮助的呀。比如在决赛圈阶段呢，刷新了新的圈了，要转移过去，你往往都是爬着过去的嘛。谁要是敢站着起来，那肯定瞬间被秒的呀。那爬之前呢，打满能量就更快爬进去了，转移的时候呢，扛的毒就更少了。当然了，决赛圈打满能量条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对枪的时候可以获得回血优势。这波你学废了吗？测试3，跑着上坡跟跳着上坡哪一种更快哦？还是邀请小伙伴一起在同一起跑线，面朝方向一致。这里还有个条件啊，就这个坡呢必须可以一直奔跑上去的，就不会跑着跑着呢变成走路上去那种。蓝色衣服是我，待会我会用跳的方式上去，小伙伴呢则是用跑的方式上去。开始。很显然，利用跳的方式上坡呢会更加快一些，因为在斜坡跳跃呢可以打出连跳的操作，身体几乎是没有滞空的，马上就能落地迅速跳下一次了。测试4，吃鸡手游的速度机制系统里面有没有重力加速度啊？说的话呢，就是角色从高处摔下来呢会是匀速的呢，还是速度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呢？如果屏幕前的您认为是匀速，弹幕可以扣1哦；如果您认为会加速，弹幕可以扣2哦。我会选取2个不同高度的建筑，然后从上面摔下来，获取得到数据后，在后期计算一下。第一个建筑我选择在了150米的雪地航天基地，耗时5.78秒。第二个建筑选在了沙漠湿城的一个高塔，高度60米，耗时3.42秒。拿到数据以后，经过我的计算得出以下的结论：2次摔下去的速度都不同，证明游戏是拥有这个加速度的。代入公式呢，我们还能求出游戏的重力加速度约为3.56米每平方秒，是地球的36%的水平。意思呢，就是每过1秒钟，你下落的速度呢都会增加3.56米每秒。同时，我还求出了初速度，从高空坠落，初始速度呢约为5.37米每秒。在吃鸡手游里下坠，速度会越来越快。这个答案您猜对了吗？最后的压轴测试，飞机的飞行速度是多少啊？这个问题我其实还蛮好奇的。我选了4张地图，分别测试了，分别是海岛、沙漠、雪地、雨林，分别测量那个飞机航线起点到降落点的飞行时间，再用后期官方的测量工具测量对应的距离啊。当然了，这会有一点点的误差。量完后呢，排除掉误差，4张地图的速度是一样的，飞机速度约为374千米每小时，也就是104米每秒。每秒钟能飞104米，具体有多远呢？地图里面一个白色的边界呢，就是100米。载人飞机1秒钟就能飞这么远的距离，奇怪的冷知识又增加了。看完本期视频后，我相信您对吃鸡手游的速度机制系统应该有了更全面和深刻的认知了吧？我是小贝的游戏食堂，如果您对吃鸡测试、吃鸡自定义、趣味游戏试玩感兴趣的话，欢迎关注我，我们评论区见。